我在上一讲也曾经提到，庄子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自杀者，但是为什么这些关于自杀者的段落被忽视或被刻意的排除？那理由呢，就不外乎就是这个作者的身份问题，这个可能不是庄子写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这个思想的品质太低了，不符合庄子的形象。但是这些千百年来中国古人的意见或看法，其实从我们当今严格的学术眼光来看，很不严谨。你看我们现在写一个论文，动不动就好几万字的，那你说你随便用几十个字、上百个字，然后就说哦这几篇是假的，那几篇是假的，就算有一定的参考程度好了，但也不足以推论出，所以庄子哲学不应该讨论自杀。好，也就是说这样的推论呢，混淆了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者是真是假，第二个层次是这个内容呢有没有道理，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哲学问题它的成立合不合理。也就是说这三个层次呢，就是作者的可信性或真伪性，以及论证的有效性，还有哲学问题的合法性，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好，如果我们错误的连结，好，这可能就会犯下一种范畴错误。我现在就要谈第一个连结的范畴错误哦，就是把作者的真伪性跟论证的有效性连在一起来推论。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哦，大家跟我一起来想想。好，考试作弊的答案一定错吗？比方说，现在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请写出一个有效论证。庄同学他写，若 A 则 B， 若 B 则 C， 所以若 A 则 C。这个时候呢，坐在他隔壁的慧呢，就抄他答案，他也写了一样的内容。可是庄拿了满分，因为他答对了。好，慧拿了0分。好，这个时候我问说，考试抄来的答案一定错吗？你可能会发现说，不一定诶。重点是什么是错？好，是道德上的错还是内容上的错？很明显的，慧的答案是对的，但是他却没有拿到分数。他拿到0分的原因是他考试作弊，他不应该这么做，他道德上不应该这么做，所以他拿了0分。可是这不代表他的内容是错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混淆了这两个，如果我们说慧因为抄袭拿了0分，所以他的答案也是错的，毫无可取之处，这样子我们就犯了范畴错误了。什么是范畴错误？那根据英国哲学家Gilbert Ryle 他所说的，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用不同范畴或用不同的性质来进行推论的时候，这个就是犯了范畴错误。而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超常发生的。比方说因人废言就是一种嘛，就代表说我们会认为一个人的人品或是一个人的表现跟他讲话的内容有没有道理，应该是两回事。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提醒，我们不能够因人废言。可是情感上或者是不经意间，我们又常常犯这样的错误，甚至还说出一些有趣的话哦。到底道德放在哪里？好，哪里如果是一个空间属性的东西，我们就不应该把它用在道德上，因为道德跟空间无关嘛。又或者呢，有人说这个歌手偷吃，所以他的歌很难听，这应该也是一种范畴错误啦，就是他对这个歌手的道德评价跟这首歌好审美上的价值，他可能做了错误的推理。好，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想到生活中一些常见的范畴错误的例子哦？也可以透过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先回到考卷的例子，抄来的答案就算没有算分，也不代表这个答案的内容是错的。所以如果我们混淆了作者的真伪，混淆了道德的对错，混淆了推理有效无效，或这个内容有没有价值，那这一大套的混淆，这样的酱缸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范畴错误。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不是要鼓励作弊，我是要把这个张力拉到最高。很明显的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却是抄来的，那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厘清说作者的可信性跟文本推论的有效性哦，真的是两回事。就算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对于文本作者的考据上啊，有一定的关联性，通常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上的关联，就是这个作者如果越可信，他写出来的东西呢，应该可信度也会越高。通常，可是他们之间真的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哦。所以啊，这样的范畴错误呢，回到庄子这个脉络里面，其实我们就算是现在当今市面上，大家去翻任何的庄子读物，都很有可能隐含着这样的范畴错误的逻辑哦。比方说呢，这个作者可能会说，这段话真是有道理啊，所以一定是庄子写的。同时也说这段话超没道理的，所以一定不是庄子写的。很明显哦，这第二句话在逻辑上跟它等价的就是呢，庄子写的一定有道理。有道理的是庄子写的，庄子写的一定有道理。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就是所谓的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嘛。好，这样的闭环啊，其实我们就会称之为一种叫做循环论证。它的形式虽然是有效的，但我们通常还是会认为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谬误哦，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新的资讯。但比方说，我说因为是有学问的人，所以说有学问的话；因为是有学问的话，所以是有学问的人说。那怎样叫有学问的话？怎样叫有学问的人？什么是有学问？没有回答嘛。所以我们到底要判断这一句话是不是庄子本人，是不是庄周这个人写的？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判断这句话不是的依据又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可能性哦。庄子这本书33篇，不含标点，65000字。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混进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哪些一定是庄子的，哪些不是庄子？这标准是什么？其实我们目前并没有非常笃定的答案哦。尤其是从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所以作者的文本是谁，跟这段话是不是言之成理哦？虽然在证据上可能会有些关联性，可是真的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而且我们现代人哦，其实更不应该用像古人的那一种比较偏向主观臆测的方式来去断定，而缺乏论据论证的支持哦。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活在当代的好处哦，就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学术工具或思想工具哦，来去处理这些古代人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课题。好，今天这一讲呢可能有点长。首先我先谈到这个大叙事啊，跟人生的重大抉择之间的落差哦。接下来再谈第一个范畴错误，也就是说作者可不可信跟内容有没有道理是两回事。那我相信呢，这些思考过程或这样的思考工具，对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都会有所帮助哦。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可能性哦，庄子这本书33篇，不含标点，65000字。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混进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好，那你说现在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那我采取的策略呢，就是以多为保守的策略。讲很简单的，就是33篇，65000字，我全都要。